三星这几年针对 S 系列机种，在下半年都会推出 Fan Edition 版本，也就是所谓的 F1 版。今年当然也不例外，在9月底时，台湾就上市了 S20 F1 版本，就是我手上这一支。到现在已经11月了，为什么我现在才动手玩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懒啊，不是，是因为我在等台湾三星今年最重要的大事件发生，也就是 Galaxy AI 台湾中文版正式上线。毕竟这是三星今年推出的新手机中，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完整 Galaxy AI 功能的一款手机。接下来就来分享动手玩的心得给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三星 Galaxy S24 F1 这一款被定位为平价旗舰的智慧型手机，就是有着 Galaxy S 系列完整旗舰实用功能的一款手机哦。不过它的价格就相对亲民哦，那定价是22,990元，比起 S24 标准版的定价便宜将近5000块吧，4900多块。当然，规格上一定有所差别，但功能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少啦哦。那接下来就是主要以更新后的 Galaxy AI 台湾中文的功能来介绍，也会聊一下拍照，还有其他有的没有的，就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喽。在10月底陆续更新的 Galaxy AI 都加上台湾中文的选项，先分享设定方式给大家，方法真的超简单哦。那在设定中，你先找到 Galaxy AI 的选项，那点进去之后就会看到一堆 AI 的功能，我们就选择文字语言相关的 AI 功能，例如说笔记助理，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翻译语言套件，进入里面之后就可以找到台湾中文，点选之后它就会开始下载跟安装哦，那要一段时间。那接下来就可以在各功能中都可以看到台湾中文的功能被加入了。那加入之后，最重要的功能就先来看看台湾中文到底有没有很台啊？所以我们就先用几分钟的英文演讲啊来进行翻译跟摘要。那所用的功能就是语音录制。那这段录音呢，是从三星发表会上所录制下来的内容，在英文的辨识度很高哦，那甚至还可以辨识出不是美国口音，而是澳洲口音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不太确定啊。不过听起来不太像美国口音，倒是真的。但重点是，翻译成台湾中文之后，到底有没有台味呢？好，那我们就先做出摘要之后，然后按下翻译。虽然这翻译有点我觉得不太流畅啊，毕竟是 AI 嘛哦，但大致上的用字遣词都还算有台味。不过，这有一个东西我实在过不去哦 ，screen 哦，这个荧幕呢，居然翻译成中国比较常用的屏幕，而不是荧幕，这点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。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说不过去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，我们直接用像是酸奶、土豆、冰棍、屏幕硬盘鼠标、公交站这些又用中国跟台湾用法不一样的名称来去做测试。接着呢，我们直接用 live 的方式，不剪接的方式哦，我们用翻译助理现场测试给大家看哦。好，来我们先来测试一下。我们先打开一下它的翻译助理。翻译助理是在选项这边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选项这边就有一个翻译助理，按下去之后它就跑出来。那我这边已经预选好了，就是一边是中国大陆，一边是中文台湾这边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翻译，它可以翻译的好不好这样子哦。我看一下哦，来，我们先来测试一个，这酸奶很好吃。这个优格非常好吃。对耶，优格哦，中国的酸奶就是台湾的优格。那接下来下一个，土豆是从土里长出来的。马铃薯从土壤中长出来。不错，马铃薯、土豆，这个翻译得很好。接下来下一个，这根冰棍多少钱？这根冰棒多少钱？冰棍、冰棒 ，OK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把它测试一下哦。刚刚讲的那个屏幕，它就是 screen 翻成屏幕，那我们现在就是用屏幕来测试，看它这一次到底还会不会出包哦。我的屏幕是高清的，
我的荧幕是高画质。高清把它翻成高画质，屏幕翻成荧幕，我觉得可以。所以刚刚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把 screen 翻成屏幕呢？好，接下来下一个，我的硬盘已经满了。我的硬碟已经满了。对，我的硬碟已经满了，到底装了什么呢？好，接下来下一个，我的鼠标坏了。我的滑鼠坏了。可以，再来，公交站怎么去？没有按到，再一次。公交站怎么去？如何到巴士站？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还不错啊。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刚刚这个翻译是翻成那个 screen 翻成屏幕呢？我觉得整体来看哦，上面测试哦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我的感觉是啊，台湾团队这边的确是有努力把中文台湾化，但有时候 AI 嘛，当然是很容易晃神嘛，很容易幻想嘛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。不过我觉得就像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台湾跟中国的名词混用的状况一样啊。但至少从翻译助理的测试看来啊，它并不是直接简体转繁体这么简单而已，而且在语音部分，刚刚大家也听到，算是很有台味的所以我就开始能理解啊，为什么从年初就在说啊，我要上台湾中文，台湾中文，台湾中文，到年中的时候还没有，到了快要年底的时候，9月的时候也还没有，直到10月底啊，这个万圣节的时候，它才突然出现说，有嘞，实现了哦。我觉得这个毕竟不是啦，简体转繁体这么的简单，而且你还要找到配音员来去录制语音，我觉得这些都蛮花时间的啦，所以能花这么久的时间才上线，好啦，我原谅你了。好，那当然 S20F1各项的 Galaxy AI 功能都很齐全，就像是搜寻圈啊、涂鸦转图像啊、智慧回复建议等等等的功能啊，反正 Galaxy S24啊、20 Plus、20 Ultra 上面有的 AI 功能。S24F1上面也都会有。那如果有新功能出现，我想应该也会优先更新吧。不过对我来说啦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录音转文字，还有摘要的功能以外，网页文章摘要也很重要。毕竟有时候懒得看完整篇文章的时候，有摘要功能也相对重要。而且有了台湾中文之后，应该会更方便，也能直接去使用啦。那我就实测国外网站的文章啊，进行摘要时，通常会用网站上的语言进行。那这篇是英文的，所以摘要完成之后就是英文的。那英文翻译完之后，就是摘要完之后呢，有详细的或者简要的，那详细的东西就会比较长一点。那我直接按下翻译之后，它就可以翻成台湾中文。我的正确率算是高的，当然有部分的用词还是没有那么有台味，但我想应该会慢慢变好吧，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训练它哦。不过这部分啊，我还蛮建议三星啊，可以像 ChatGPT 一样，有一个叫回馈的机制啊，让 AI 知道它这次的表现如何，或许啊，对于 AI 的学习上应该会更好，会更容易进步吧。Galaxy S20F1相机部分为3镜头配置，那镜头排列的方式跟 S24系列大致相同啊，整体感觉就是三星的经典设计啊。那3镜头包含5000万像素 f1.8，配有 OIS 光学防手震的主镜头，搭配1200万像素 f2.2 的超广角镜头，还有800万像素 f2.4 的3倍光学望远镜头。那实拍效果如何呢？我们先从超广角看起啦。那表现我算是中规中矩的，我觉得色彩还原度蛮高的，细节表现的也都还不错哦。那主镜头部分呢，细节表现当然是更好了。那色彩调性跟超广角几乎相同。而3倍长焦部分虽然只有800万像素，但表现我觉得还不赖，即使放大检视啊，也都还有可以接受的表现啊。那用3倍来拍摄小物特写，其实也是非常好用啊，就是其他品牌所谓的长焦微距的功能。那我觉得其实像是三星，其实都可以达得到啦，只是要不要去特别提这一点而已。哦，不过啊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啦就是3个色彩啊，3个荧幕镜头的色彩，就是几乎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啊，整体调教上啊，三星应该很用心在处理色彩的表现上啊，让整个色彩一致性相当的好。那在超长变焦上啊，最高支援到30倍的变焦，
在10倍表现，我觉得出乎意料的好啦。虽然解效能力上面我觉得稍微松散一点，但是其实基本上已经可以用在社群上的贴文。但在20倍啊、30倍，我是建议大家就不用期待太高了啦。那夜拍部分，3颗镜头在原始焦段，也就是光学焦段的表现啊，是我觉得算蛮好的哦。虽然在高光抑制上啊，一直维持三星的调性，就是没有刻意压光啦，说好听是这样子啦，但就是没有压到很好啦，高光没有压得很好，但整体表现来看，画面的纯净跟细节都算是水准之上。其实有点让我意外的是啊，原本我以为它拍照，应该会比较接近 A 系列，毕竟在价格跟 A 系列比较接近嘛，哦，但其实基本上它就是拍起来就是 S 系列的水准，所以我反而是有点满意它的拍照水准。Galaxy S24F1 配备了 Exynos 2400110核心的处理器，并搭配8GB 的 RAM， 还有256GB 的储存空间，支援记忆体扩增技术，记忆体可再提升8GB， 达到最高16GB 的效果。那根据安兔兔的跑分 ，S24F1 的测试成绩来到了165万分 ，Geekbench 单核是2173分，多核是6783分，整体的效能算是中高阶的表现哦。所以无论是多工处理或是大部分的游戏需求，应该都能应付。显示器部分是近期大家比较喜欢的平面显示器，它采用6.7寸 Full HD Plus AMOLED 的显示器，支援120Hz 的更新率，萤幕峰值亮度没有太高，1900 nits。那机身正反面都是使用康宁大线线 Victus Plus 强化玻璃覆盖，那机身四周是由铝合金边框加强。那这款手机有着 IP68 的防尘防水认证，所以防护性跟耐用性，我觉得都是旗舰等级，这个完全不用担心。在续航力部分 ，Galaxy S24F1 配备4700毫安时电量的电池，并支援25瓦的有线快充跟15瓦的无线充电，还支援无线电力分享功能。我觉得这规格没有算太好了哦。那电池容量以现在的手机来讲，真的不算大。不过我们就直接以 PCMark 工作 3.0 来测试哦。在关闭 WiFi 萤幕亮度大概调在50%左右的时候，电池的续航力从100%到20%是12小时57分。其实我觉得算是表现，以4700毫安时来讲哦，我觉得算是好的哦。那其实日常使用来讲，我觉得算是足够的了。那整体的表现来说啊，在硬体表现规格上啊，没有像正规的 S20系列这么好，但是以中阶机的价格加上完整的旗舰功能，最重要的是有着完整的 Galaxy AI 功能，尤其又更新了台湾中文。如果不想花大预算买旗舰机，但又想要去使用接近旗舰机的效能与表现，加上又想要玩玩看 Galaxy AI 的好用啊，我觉得这一款的确是不错的选择啦。以上就是 Galaxy S24F1 还有台湾中文 Galaxy AI 的动手玩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功能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